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只有4个字，叫做持盈保泰。持盈保泰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命教育。什么是持盈保泰？盈呢，就是丰满丰富的意思啦。那泰呢，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持盈保泰就是指在富贵或飞黄腾达的时候呢，要小心谨慎要能守得住要避免灾祸发生，以保持住原来良好的状态。那人在飞黄腾达或平安顺利的时候呢，更应该要内敛谦虚收敛常行不骄傲这样才能够持盈保泰那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明白有些人呢，觉得自己很好命或很有福报这个当然跟自己懂得行善造福啦，或懂得福中修慧有关呢。但好命或福报，好命或有福报自己知道就好，不要一直挂在嘴上。别人可以称许我们呢你就好命，你就有福报这是别人对我们的祝福啦。我们就以平常心、感恩、欢喜接受，但自己不要一直说自己很有福报，心里有数就好了，不必说出来。这就是美角美角啦。碰到喜事会喜形于色而得意洋洋的人当他碰到衰事，也一定会心情郁卒而抱怨连连这种人呢，会把喜怒哀乐呢完全表现在脸上，藏不住。相反的碰到顺境能顺来看破而起无常观的人当他碰到逆境的时候，自然也是能够逆来顺受而不为之所动因此，无论是碰到喜事或者衰事，或者是好命或坏命，能够不跟这些顺逆起伏、喜怒哀乐羁绊，一切以平常心处之泰然这样才是真功夫然而，想要有这样子的功夫就要培养自己心中常常存着持盈保泰的念头，才有办法做得到。所以持盈保泰也是一种生命教育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一个人在事业上或生活上，如果能维持稳定的收入或盈利就至少呢能让开销打平让自己处于平安自保的状态让自己的生计呢不会出问题。这样就是有利于家庭的和谐跟稳定那这个不只是家庭管理更是企业管理上的一个基本概念他强调的是有稳定的收入或盈利，远比瞬间的暴利或获利呢更重要但是偏偏现代的人大多数急功近利都希望能一夜致富、一步登天。学佛也是一样重要的是学习过程的点滴累积而不是妄想呢一夜开悟或者是设想走捷径看有没有速成班那这样就跟默默耕耘、处事低调这种学佛的精神理念相违背了啦。很多人是一旦有了财富，就希望一本万利乘胜追击继续投资当然这样做有些人是成功的啦，但有些人却是血本无归而动摇自己事业的基础甚至影响到整个家庭那各位都知道嘛，网络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广告教你如何以最少的资本去赚最大的利润那个标题很耸动相信很多人会心动而点进去看那其实这种讯息我看都不看，因为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也没有白吃的午餐以前我们读书会有讲过一个主题呢，叫做但观鱼密，不见深坑意思就是说贪图尽利的人就会掉入那个深坑里面那不贪的人呢，这个深坑再怎么大怎么深都跟我们无关因为不贪的人呢就能持盈
也就是把握目前自己所拥有的，也能满足跟享受自己已经有的，能够这样持盈的人呢，就自然能够保泰了，也就是永保安康了。那其实我自己就是属于这种个性的人看起来呢笨笨的，那为什么看起来很笨呢？因为不会借银行的钱来做生意呀，也就是说不会以钱滚钱呐，所以我的生意做不大，但是却很稳看起来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那工厂不想做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捐出去呀，也不必卖工厂去还债抵债钱都花在刀口上，当用不省，当省不用，量入为出到现在我还是保持这样的个性那有一些人呢，虽然靠自己的本业而致富但是致富之后又到处投资，到处并购，也无往不利那这个除了靠自己刚刚讲的靠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他命中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财库了。如果命中没有这样的财库，任凭你再怎么打拼，拼得要死，最后也是前功尽弃有一句话我们曾经也说过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意思就是说，君子知天命他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他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连喝一杯水，吃一碗饭都跟因缘果报有关因此呢，君子他会知福惜福再造福所以福报绵延不断，做什么事都轻轻松松顺顺利利那小人就很冤枉他拼命的追求，苦苦的追求，即使最后追求到了，他还以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这是命里本来就有的啦。即使努力拼求到的，还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怎么拼也是没有了你说冤枉不冤枉这个叫做定数了一般人都是在定数里面的，就是命中注定嘛那其实定数之外还有一个变数，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命运跟福报呢一样都是可以改变的。然而改变命运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内求了，而不是往外求了也就是我们讲过的自转法轮、自转乾坤、自耕福田、自得福缘这是很重要的观念的。改变要靠自己别人顶多是提供你方法而已的别人只是告诉你路怎么走真的要走路的人是你自己所以有些人呢，虽然本业是家族企业也经营得很久，也很成功，然而在向外扩展事业版图之后呢，也跨足了自己本来就不专精的那个行业，但是却拖累到自己原来的本业，有的破产，有的倒闭，或被人家收购了这个在商场上呢，我们是时有所闻。这个就是什么？气数使尽造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简单讲就是没有持盈保泰了那有些人呢，命中没有本业以外的财库只能靠本业致富了。而即使本业做得很顺利还要能够守成守得住野心不能太大如果命中没有这个命格的话呢，怎么做就是怎么赔。不过有些人则是到处投资，做什么赚什么，怎么做怎么赚这也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那其中牵扯的因素很多了追根究底是个人的福报不同我有一位做医生的朋友个性是憨厚老实只是靠做医生就赚了很多钱不但呢投资房地产也在朋友的建议下呢买了很多股票刚开始有赚到钱吃到甜头了就越买越多后来发现哇，炒股票赚钱比做医生还快那食髓知味之后呢，越玩越大了。从刚开始的这个长期投资，变成短期的投机然后他自己对股票又不是很专精结果几年下来呢，因为观鱼密而不见深坑只想到眼前的利益跟甜头，却没有看见后面
深坑的陷阱了。最后呢，亏到不但卖掉所有的房地产不够赔哦，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行医赚钱的速度比不上他股票亏损的速度啊。他四处呢掉头寸啊，造成了债台高筑啊，后来导致这个身心俱疲啊，那不敌精神压力的打压跟摧残，没有几年哦，不到60岁啊，郁卒而死啊。那这个就是不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了。其实做医生已经是家财万贯了，轻轻松松的，你还要去玩股票，说穿了就是一个贪字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啊，贪念一起，不但鬼门大开，也看不清利益后面的陷阱啊。这个是活生生一个医生的故事哦，令人警惕啊。持盈保泰呢，通常是用来劝人不要太冒进跟躁进，把现在已经拥有的先保持住。台湾话叫做保平安就好啦，唔通想要添福寿。生家都无啊，那有通拍光啦？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讲吗？平安就是福啊，这个就是要先能够持盈的，才能保泰嘛。也就是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迈向成功嘛。达至成功或胜利是有步骤的啊，是要按部就班啊，循序渐进啊，不能想一步登天呐。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做生意跟投资股票也是一样。投资时间，这个时间成本啊，跟资金成本呢，都是在投资市场上必须要花费的，要花很多时间的啊。所以在你的心理素质还没有稳健之前呢，你很可能会汲汲营营哦，心里也会有很大的负担哦，因为会患得患失嘛。我自己这辈子没买过半张股票，也没有买过半张的彩券，我的钱都是一步一脚印的，脚踏实地经营工厂去赚来的。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啊，知道自己没有偏财运啊，只好老实守住本业啊，叫做持盈啊，保持住现在所拥有的守成啊。然而，即使守住了本业啊，因为受到正言上人的智慧启发跟教育啊，最后也是把所辛苦赚来的再捐出去啊，结果也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最后万法皆空啊。那大限来时更是无影无踪啊。因为我很清楚没有偏财运，所以对投资没有什么兴趣不能说有赚就才有兴趣了真的是对投资没有兴趣。那投资意愿都没有了，何况是投机呢？不过买股票没有什么不好，投资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投机啦否则呢，患得患失也是一种辛苦啦。而烦恼或苦恼攻心呢，也会让人呢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就像我刚刚那位医生朋友一样啊。对，所以如果真要以买股票来增加收入，也是要用小资金跟平常心，慢慢去练习啊，去练功啊，先充实好自己的心理素质操作不顺的时候呢，蛰伏以待啊，静观其变多看少做。那操作顺利的时候呢，就要维持胜率千万不要得意忘形、欣喜若狂所以把持盈保泰这样的道理用在投资股票跟做生意呢，也是通人生经济学教我们的不是比谁赚得多，而是比谁持得久。少年得志，但家道中衰，也是功亏一篑我们常常讲嘛，小时候的胖不是真胖啦，小时候的瘦也不是真瘦啦。所以古人才说持盈保泰，后面还一句戒之在得要守住跟保住已经成功稳定的事业先保持安稳跟安定不要急功近利、贪得无厌，要以此为戒。所以才说戒之在得嘛。你已经有赚有得了，这个时候还要把它守住，戒之在得，要警惕自己，就是这个意思那推动慈善公益
事业也是一样看到别人呈现丰硕的成果，却没看到成果的背后是多少心血的时间投入。那个国家的志工团队在他们负责人用心跟精进的带领之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所以事业蓬勃发展那表面上大家都是在推动慈善工作跟公益的事情但如果只专注在做事而不懂得做人，或者都是在办活动而没有在闻法求道造成中门有余，法脉不足那这个就是热闹有余，门道不足其中必有缘故其中必有顽固所以才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对。有些人呢，原本有一份既稳定又不错的薪水，但不知足，还想自己当老板赚更多，偏偏自己不是当老板的料，也没有当老板的命，结果一败涂地，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不但拖垮自己的，不但拖垮自己，也连累家人这种例子也是很多人往高处爬，这个是理想跟愿景是一种积极跟努力的精神，不能说不好或不对，但还是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而是要自我评估、自我衡量是否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你高楼万丈平地起地基打好了，才能够开始往上盖高楼而且你要盖多高的大楼，就要打多深的地基嘛。这个也是要合乎比例的德不配位跟厚德载物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必担心自己没有那个名位或地位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本钱、本事跟本领要担心的是自己凭什么实力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呢？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德不配位呢？自己几斤几两，自己要称好，不要让人家来称我们跟你请便，那好让给人请那即使充实好自己呢，也不必在意别人是否有了解或发现我们。毕竟自我充实也不是为了别人或为民而是为自己一个人即使出了名还要看是不是名副其实名不符其实，就会变成什么？浪得虚名虚名的泛滥会影响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是虚的这假名相不是真实的这个可以从一个人的名片上面呢就看出端倪有些人的名片上是印了一大堆头衔我最近就收到一张名片，名片后面满满的头衔，目不暇接其实有些也只是挂名而已嘛，并没有亲自从事其实这也是一种虚名如果一切名相都被拿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跟权力欲望或者一种身份的表征，那么无论那一些名是如何的威名远播如何的大名鼎鼎如何的名满天下，如何的高高在上，如何的功成名就，甚至如何的欺民盗士、沽名钓誉等等，这些名相都只是助长一个人的身份跟态势而已其实呢，它是名存实亡每次选举都会出现敌对双方的彼此爆料对手是假学历，或者论文是抄袭的可见这种假名相呢，对一些人是很重视的，是很重要的。所以证严上人在我10多年前返台的时候呢，在进士里面对我开示一句话：你现在全部放下了，裸退，我是裸退嘛，不要有名相的念头上人讲，不要有名相的念头，一切都是假名相。这一句开示我到现在终身难忘读书会中我们经常会讲到，要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成功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
永远不要耗尽最后一分力气的意思啦。永远要有备胎，也就是车子要有备胎，永远要有备份，做事要有备案，救灾也要有备灾照理说了，想要在工作上有所表现必须拼尽全力嘛，或是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不过即使如此，还是要持盈保泰，不能因为尽心尽力死而后已也不能不成功变成人了。那不成功就算了，连人也死了，那这样不是很冤枉吗？所以不能不顾一切要兼顾大局不能讲不成功变成人，要改口说要成功不成人，这个境界更高了不但任务完成了，人也平安回来即使任务没有成功了，人也要活着回来那事情可以失败几次但人不能死一次是吗？所以为什么持盈保泰的观念这么重要呢？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无常难预料如果你随时随地都拼尽最后的一份力气的话呢，那么当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你会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因为你没有备案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恶化而无能为力这样以往所有的努力可能就此付诸东流。所以为了以防万一，都必须懂得持盈保泰了。人生的努力或修行的功课，都是一场马拉松的长途赛跑，是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表现也不必说急于一时一刻的宁可慢慢让人家发现你的实力、你的才华，也不要因为急于表现呢，短时间内呢就精锐尽出，造成了气数已尽气数使尽而没有高潮迭起的机会其实这也是一种功夫跟境界有些人呢，不管做什么事都拼尽吃奶的力量因为他求好心切这个也没有错啦。但是他执着在结果上这样就不好，因为这样的人会活得很辛苦，而且容易因过劳什么都要事必躬亲，什么都要自己来让自己的健康亮红灯迟早也会因为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那这个下场就很堪虑了宋代的法眼禅师用4戒来勉励他的弟子4个戒。第一个，思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好话不可说尽，规矩不可行尽这个4戒的深奥之处在于哪里呢？永远保持不急跟求缺的境界也就是虚心才能够做到大智若愚，持盈保泰我们来解释第一句，事不可使尽，事使尽祸就来现实生活中呢，使尽全力全势的人呢，到处都是把事情做到没有转圜的余地，把他人置之死地尤其是那些所谓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只要看不惯谁就会想尽办法把他逼入墙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给自己留下无尽的隐忧跟后患那其实做人做事讲究一个度，也就是分寸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度过分给别人跟自己留一点进退的空间的意思第二句呢，福不可享尽，享尽则缘必孤就是缘必孤，就是福分断的啦，缘尽的，福尽的意思啦。有人认为拥有钱财，人生就幸福但金钱如果使用不当，往往是罪恶的来源所以才说钱譬如水嘛，可以载舟，可以覆舟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虽然富甲一方但因为不会使用金钱
造成金钱只是徒增自己的烦恼跟业障而已啊！即使行的不能说有错或不对了哈，但过头就不好。刚刚讲的适可而止，所以才说福享尽，祸就来嘛。第3句，话不可说尽，说尽则人比义啊。有些人呢，只为了一时痛快啊，不考虑说出去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啊！多说话不但无益的，还会给自己平添不必要的麻烦，言多必失嘛，不是吗？成熟的人是话到嘴边留3分啊，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说的太绝或太武断呢，往往会让人家或自己的陷入尴尬的境地啊。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第4句，规不可使尽，行尽则人必烦呐。任何一个组织团体一定有它的规章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嘛。即使动物界蚂蚁、蜜蜂的社会也是这样的例子啊。所以规则规矩必须要有。然而，如果太拘泥于规则，太多规矩，而造成墨守成规、绑手绑脚、斤斤计较、咬文嚼字等等这样不但规矩规则太多了，而且又一成不变就会造成不接地气，这样反而会出问题啊。那法眼禅师就是用这4戒呢，来告诫他的弟子这里面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那《道德经》里面也有一段话是在讲持盈保戒的真谛哦。这句话是这样讲：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我们直接用白话文解释大家比较容易懂第一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意思就是说，讲话不能讲得太满，做事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就好像我们把水倒进杯子里面一样杯子如果太满，水就会满出来就是说做人做事不要太过头啦，会招致物极必反的恶果那不如其已，这个已就是已经的已啦就是停止的意思啦死而后已已也是停止的意思嘛，也就是要有底线讲话或做事呢都要有底线，适可而止，不要说得太满。那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意思就是说刀子不要磨得太锐利啦，刚好就好啦。太锐利会锋芒毕露这样容易折断，容易耗损。那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金银财宝太多了，就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而自己也很容易生活奢侈，甚至挥霍无度呢，而糜烂我们不是说有钱不好啦，而是不要太锋芒毕露，太自满，要富而不骄要很谦虚谦让即使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也是要深藏不露，光而不耀有光芒，但是不碍别人的眼睛不要自己讲太多，让别人去探听，让别人去打听自己不要先露相好，那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意思就是说，富贵而又骄傲，眼睛长在头顶上不但分别心，又大小眼这样就会很容易给自己带来祸害那功成名就之时更要懂得含藏收敛急流勇退这才符合自然运行的规律那最后一句呢？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句话也是非常好，意思是说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也很圆满之后呢，我们也是要懂得适当的时候呢，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孔子也认为这个是成功者的哲理以上这几句《道德经》里面《道德经》的话呢，是对持盈保泰的一个诠释非常的经典，值得学习。人生的努力或慈善事业的推动，都是一场马拉松的长途赛跑，所以表现也不必急于一时一刻的慢慢让人家去发现你的实力。我们不要因为急于表现，短时间内就气数使尽，
造成后继无力啊。那有些人呢，做什么事虽然是全力以赴了啊，这个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但因为他求好心切，追求完美，而执着在这个结果上面呢，那这样子的人也会活得很辛苦哦。啊，刚刚讲容易过劳，让自己的健康亮红灯，什么都自己来啊，迟早也会因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持盈保泰，简单讲，也可以说是古贤所讲的“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的道理啦。相信这样的道理用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或日常生活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人间法跟智慧。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持盈保泰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